为什么今天的场景好像不太一样？好像不是台湾呢。Hello，我是肤浅又喜欢被赞美的丹丹。我们这一次特地重资来到了日本的东京，因为我想要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新家开箱。今天要访问的这一户屋主呢，他本人是台湾人，他在日本置产了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在日本他买了什么样的房子？因为他是投稿，然后我现在也是有点紧张。我们现在先出发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 Jason， 那请问你在日本生活多久了Jason，12年了，2014年过来，金融业在银行上班。日本的权状会要扣公社吗？日本的话就是说房子多大，那你实际住进去又是多大？哦，那我们这个房子它实际的坪数是多大？实际大概是85平方公尺，大概26-7平。整栋加起来的坪数大概有26-7平。一个人住木，还有3只狗。按照惯例，先跟我一起用30秒来看他们家的快速格局导览吧。他的洗衣机就在这里了。现在我们先上去，他们家有3层楼哦。这里就有2间房间。这边就来到他们家的客厅了，然后厨房就在2楼哦。那主人住的地方就在3楼，我们上去看。这是我第一次开箱，有很多层楼的房子哎。这边呢是他的收藏室，里面有非常多的衣服跟包包。这边就是他的主卧室了，挑高的空间非常的舒服。那衣服要晒在哪里呢？走，跟我上去看。它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露天天台，然后从这里可以看到新宿夜景，也太华丽了吧！全屋的导览都已经做完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到1楼，然后请主人出场吧。那现在我们这里来到的是你们家的浴室，我觉得日本的浴室不是都会有浴缸吗？那我好像没看到。对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没有泡澡的习惯，我就请他把浴缸整个拆除，把我的洗脸台变大。那我其实每天早上我在这边就是整理打扮嘛，就比较方便。有一个非常宽敞完善的一个装法区。你这个房子这样子买下来，你是重新彻底翻新过，还是原本就长这个样子？整个重新打掉重练。买房子要花了多少钱？买房子大概就是6000多万日币，然后这样装潢的1000多万，那大概就是7500到8000左右。2年前嘛2024。这里离捷运站其实很近哎，所以价格上我觉得还不错哦。对，其实就是要找啦，因为觉得我买要便宜。那衣服也都在这里洗嘛？那洗完是拿到楼上晒吗？拿到顶楼去晒。那如果我觉得比较懒或下雨天的话，就直接洗脱烘。其实日本不能把洗衣机放阳台，也不能放顶楼，这个都是不行，都是要放室内的。啊，是哦。对对对，我其实不是很确定，但是就是我来日本这么久是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做。好，因为日本有很多隐性规则啦，那你想要知道规则是什么，就是别人没有做的事情，你也不要做就好了。我到现在也还是搞不懂。我想起来，因为阳台呢，它虽然是你的专属阳台，你只有使用权，但你没有所有权。如果你是住在跟别人就是整个大楼里面，所以你不能在阳台放你的那个私人物品。而且阳台对日本人来讲，它是一个逃生的路线。你把它堵死了，那人家如果万一发生火灾还是什么，没办法从阳台去做逃生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往外去看一下你们玄关吧。我们频道第一次从浴室开始开箱哎，那这边就算是玄关了嘛？那鞋柜你是坐在哪里？鞋柜在这，但这个门有点大，就从边有点多。Jason， 你是什么星座啊？摩羯。你跟我一样哎，真的？我1月份的。我是1月啊。我们该不会同一天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没那么巧，你是哪一天？9号。哦，那差1天呢，10号。Oh my god！ 怎么这么近？我真的第一次知道，真没有蕊过的，真的。那你的鞋子真的也太少了，好厉害！应该是你鞋子太多了。没有。而且不止鞋子多，我们等一下会再揭晓很多精彩的好东西哦。他们家是宝库啊，这个门后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这个就是装饰啦，其实都是跟我的狗有关，然后就是以前的疫情，所以就会放一些酒精啊。我想说他好像应该蛮爱买的。我来看一下另外一边。好，那请问这个空间是厕所？对对对，这边有写。我刚才找日语耶，然后英文。现在呢，我想要请 Jason 来介绍一下这一间厕所，因为这实在太酷了，里面有很狂的马桶哎。对，它的马桶就是你坐下去的时候，它是会有音乐。它放音乐是为了要阻止那个噗噗声吗？
也是，但是也让你上厕所变得比较就是心情比较温和一点。但是你一边上厕所，你一边会看到很华丽的画面。我们现在请摄影师带一下那个镜头哦。请问这一面墙是怎么一回事？就是香水嘛，就是其实让身体香香也是一个礼貌，所以我会买很多的香水，然后每次出国都会买，大概一半以上都没有喷，然后1/3左右都是全新的状态。当初买就觉得它有这些动物很可爱，然后买来装饰。另外没有喷原因是因为颜色太深了，上班都是白色衬衫，怕会附着喷漆。这个都非常的昂贵耶，加起来其实应该也蛮所费不赀的这一面墙。那现在我们往2楼去看一下你们起居的地方。好吧，那这是狗狗的东西吗？没有，其实是一些巧克力什么的。狗不能吃的东西放对，在那里，所以会把它收在他们拿不到的。这是一种恶趣味吗？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看到你客厅这里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收藏品的，那其中有一些比较特别，可以介绍给大家吗？好啊，像是这一个的话，是因为我平常坐飞机都是坐 ANA， 那当初有在抽选，然后我刚好抽到，所以就买了这一支，还蛮大支的，然后摆起来蛮漂亮。这种东西是不是价值连城啊？臭脸哥，因为是限量的。哦，原来它就是臭脸哥啊，对。而且我发现 Jason， 因为我其实刚开拍前我没有跟他说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要看镜头，他自己会找镜头哎。其实我接受采访不是第一次，我来日本有人来采访，就是说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。我想我刚刚那个专业的感受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一些积木是你自己拼的吗？对，是我自己拼的。然后就是因为我蛮喜欢去法国，所以就买了这一个。大概多久去一次？我今年10月我会去。来，我们看这里哈，所以你们家蛮多跟法国有关的东西，这些就是去法国的时候采购的吗？其实这个都是在日本买的。你不能退税，对不对？我不能退税啊，那不然就是朋友或家人来，这不能公开吧？啊，对，帮我退税，先带回台湾，再拿回来当礼物送给我。然后后面这个大象包是去泰国玩的时候买的吗？因为大象嘛，因为我们男生都有只象嘛。那你平时是有在喝咖啡的吗？对，我都会就是抹那个咖啡。那我想问，这台机器大概多久启动一次呢？其实几乎每天都会动哦。真的假的？它怎么看起来没有在用？有在用哦，真的有咖啡豆在里面，而且很满，我都会一直补充哦。真的很多，因为我看到你这里有电视嘛，你平时大概多久会看一次电视？一个礼拜看个1-2次。电视上面有一些灰尘跟狗毛，我想说是不是没在启动？但是启动其实也看不到那些东西，所以你是因为工作非常忙碌吗？不太有自己的时间？工作平常可能大概都7、8点下班，然后回到家可能8、9点。那你早上几点要出门？早上大概都8点左右就出门，1到5时间几乎都是给工作了，所以你会需要蛮多方式去抒压啦，因为你日常的压力真的蛮重的。那至于它是怎么抒压，我们刚刚在1楼有看到香水的那个部分，那我们楼上还有更多精彩的部分。好，那这边这个机器大概多久使用一次水波炉呢？用的次数比较少，所以现在有放一些零食，里面有放东西。中国辣条啊，魔芋爽什么的。大家知道这一台多贵吗？你买这个来当置物柜啊？那你这样子大概多久煮一次饭啊？因为我看你平日1到5也没空煮了吧？也不一定了，有时候会很快速，因为我会有一些泡面。煮泡面算是煮，会加料啊，比如会加一些火腿或一些蛋。那我可以看你的冰箱吗？可以啊，当然有啊，可爱的法豆，也在煮饭的冰箱。哎，有，你的冰箱有食材非常丰富哎。草莓是狗狗吃的，那个都是给狗吃。你的狗吃草莓哦？我都是买给他们吃的。你们家还有缺狗吗？以前我小时候，我长辈都叫我欧告哎。这边是一些什么干的干贝啊，一些备注，所以你也会熬一些汤。在日本生活的冰箱长什么？这个是舒压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压力大，有时候会想吃甜。我跟大家说，这日本的哈根达斯真的是蛮好吃，而且常常会有一些期间限定的口味。看到这种呢，我真的就一定要吃一下，因为你现在不吃，它很快就没了。然后这个是藕泥哦，台湾的食材哦，有爱台湾哦。日本可以买，日本可以。然后上面是米。你看我这有在煮菜，有刚买的新鲜在煮大葱，因为会葱很需要，每道菜都需要。关不起来，很重对吧？不是，它的食材重到我关不起
因为里面放米啊，跟很多液体类的。那当初这个风格，你是有请设计师来设计吗？其实全部都是我自己想，上网看了各个别人装潢的那个风格，然后就自己去想说家里要呈现什么风格，包括壁纸、地板都是我想。那所以当初没有找设计师，那不就是类似自己统包这样？而且装潢公司他们如果要再包设计的话，其实那个费用可能都会还蛮贵，300万以上是跑不掉。所以，因为你刚刚有说你是大概日币1000，也就是说台币200万就完成全户的装修，这样子其实价格算是蛮公道。所以你就是自己找装潢公司，他们帮你做各项细部的装修。对对。那中间有没有发生什么？你觉得日本人看起来好像很中规中矩，但其实效率有时候很差。这个装潢是我在搬家当天进来，他们还没有装修完，所以等于说之后我搬进来，我还有一段时间是跟装修工人一起共同生活，所以他们可能会跟我约时间来，我就住在这边，然后他们也来把还没有完成的地方去做完成的动作。在搬家之前，我还跟他们说：“你确定你某年某月某天你可以装修完毕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，不用担心。”就根本都不行。搬家前一天还在那边熬夜赶工，邻居还来投诉说很吵什么，发生了很多纠纷啊。但是之后我把它弄了是变得至少有80分，是你自己帮他加分加起来的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也是算是花钱找装潢公司，然后教他们怎么装潢的那种人。那现在我们准备上楼去看你的私领域。那这边我们先从主卧好啊，主卧。我们现在来到 Jason 挑高的主卧室，你是好入睡的人吗？还可以，大概躺上床之后多久可以睡着？快的话10分钟，比较慢的话3小时。3小时，那是因为滑手机吧？对，滑手机，然后跟狗玩。狗狗会在这里跟你一起睡？对，有一只会在这边跟我一起睡。体型最小的，只有怕它被欺负，就会把它抱上一起睡。是母的，怕它被欺。这边有很多来自法国的纪念品哈，我这一些边可以盒子啦，然让你后看一下，还有这个香水，这个也算是一个来自法国的纪念品。只是说它这个牌子并不是以香水著名的哦，是这个外套。外套蛮多的啦，所以这些纸盒里面是有放东西的吗？有些是有啊，像这个里面是真的是有东西的。那你把它封在盒子里是没在用，还是根本是没有在用。那我等一下就带一个走，毕竟我也是一趟路风尘仆仆的来到东京了，带点伴手礼走，应该也是必要的吧？这个衣柜瘦瘦的，里面可以装东西吗？很深欸，很深，但是其实不好使用。上面那里东西基本上是拿不到了吧？对，就是有一些比较平常用不到的东西，那个衣服现在也是穿不太到。那旁边这里也是衣柜吗？啊，对，它其实就是真的蛮多杂物的。它这边衣服的标签都没拆，这个对，有些就是都还没有，这些都是疏解压力的一些日常嘛。算是。原本它这个格局就这么挑高了吗？啊，对，它原本就是这样，让主卧室睡觉的时候非常的舒适，比较没有压迫感。那现在我们呢去看 Jason 他的藏宝室，东西满到没办法进去耶，直接由我第一视角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。哦，东西太多哦，这里有很多来自法国的纪念品哦，我现在先直接拍给大家看。这些东西有在用吗？大概1年以上没有用，甚至还有这个是全新的，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个是在韩国买的，那个是法斗的很有名的一个牌子。然后这边就是上班的外套吧，金融业的要比较沉稳一点。然后这是上班的包包吗？它是没有用，就先挂在那啊。对，这个大概5年没用。这边呢有非常多的超大型行李箱，哎，这个房间原本是储藏室吗？其实本来是有床哎，书房，但是我现在就把它变成是放个人的物品。也要进来，其实也蛮困难的。这掉了一整排的衣服，来自加拿大的外套，来自法国的外套，这是来自法国，来自法国的外套。这个 Moncler Vaillant 边也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纸袋，这个也是要舒缓压力的东西吗？一个铂金包，去年10月买。看来你那时候压力很大。也没。Takashimaya的袋子里面是对，它是一个绿色的，可能大家看到就知道这个。哦，这是来自瑞士的伴手礼。哇，你这里好多伴手礼哦。是你个人的兴趣是乐高吗？对，乐高，但是有煮的乐高。那现在我们呢，再往上去看你们家最后一个空间。哇，这地方真的是我上来就觉得很开阔，而且超通风的。在日本买房子是有办法做房贷的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身份，其实在日本原则上你有稳定的工作，基本上是可以房贷，只是说利率条件不太一样。房贷大概要缴多少钱？我的贷款金额就是购买金额的一半不到。
所以我的每个月还款比较少，大概是日币10万左右。压力不算大，所以你当初其实投期款就投很多进去了。日本的房子跟台湾其实有一个不一样的费用是修缮费，这个修缮费加上可能管理费还有其他费用，一个月要多少钱？就管理费、修缮费跟那个停车的费用，这3个加起来大概4到5万左右。修缮费具体是指什么东西？日本每的房子大概每10年或15年、20年，它会做一个大规模的修缮计划，整个房子的外观。去做个维修，像是整个墙壁、外墙整个翻新，从你每个月平时缴修缮费拿来去付的费用哦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到日本的时候，外面的市容都这么的新、这么漂亮，是因为其实平时所有的住户就要出一笔钱去维护这个外观了。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家的狗狗吧。准备好了吗？Go， 来看他们家狗狗，准备好哦，准备好了。哦，来了，来。这边是狗狗的家哦，狗狗住很大间呢。太幸福了吧！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这集日本的新家开箱。好，那喜欢这支影片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下次影片继续跟着丹丹出去玩，吃喝玩乐不打烊，拜拜！谢谢杰森。